大家好，我是 Nano。那刚刚在影片开始之前，如果你手指不嫌弃的话 ，B 站跟优酷的朋友可以先帮我按下关注 ，YouTube 的朋友可以先帮我按下订阅。这就是街友第4季哦，一样又要让队长来 cyber 一下。那我就来讲讲这4位队长的武道实力吧。那我这边在此声明，我所评论的是这4位队长在这届4里面的表现啊，不包含他们在这届4以外的舞台场合哦。所以请各位队长的粉丝们不要激动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那首先我们从第一 round 开始讲，你会发现刘宪华选的音乐是 popping， 因为他原本就是练 popping 的，所以选 popping 音乐很正常。韩庚他也选择 popping， 我这边就要说一下 ，popping 其实相较于其他街舞的舞种是比较容易入门的，不是说它比较简单，而是它在初期入门的时候，你只要学会一点点的诀窍，它就看起来有模有样。你只要先学会了 pop， 就会看起来有这么一回事。所以我觉得韩庚应该是特别练习了 popping， 然后来备战的，毕竟是最好准备的一种类型。那第一轮4位队长的表现水平其实没有差太多，当然王一博跟张艺兴还是略高出一些。不过我觉得张艺兴有点过度嗨过头，有时候在 battle 的时候，如果你太过亢奋的话，你心脏跳动的声音可能会盖过你想听的音乐，那这个时候你速度可能就越做越快，因为你太亢奋，然后你可能会没有 catch 到音乐的 flow。我觉得张艺兴就有点这样子，他不自觉的想要一直往下做下去，比较想急着秀出他的招啦。但是他的 finger tut 跟 waving 有惊艳到我，有着很高的流畅度，加上练习 crump 的缘故哦，整个 isolation 跟力度都很强。那韩庚我猜他就是练了几套招式慢慢的使用，所以第一场看起来变化不大，就是 pop 位移换脚步。王一博跳的时候就偏轻松，感觉他很投入在这个游戏里面，不急着放招，而且会做出 flow 的切换。虽然整首歌的节奏一样，但王一博自己本身的节奏是一直在换的。例如说补兹帕兹是一首歌的节奏，可能一般人就会跳补兹帕兹或是补帕，但是王一博他就偏偏跳补帕兹补兹兹补帕。这样不断的去做切换呢，会让整个流动性看起来比较强，整个舞蹈的有趣性也增加，比较不会腻的意思啦。所以刘宪华在第一 round 的时候就感觉得出来他的套招并不多，感觉得出来他 popping 的内容有限，但是 pop 倒是放得很大，脚步倒是蛮厉害的啊，做轻微的滑步也很好看啊。最后他运用类似默剧的成分以及空间概念去弥补他技术上的不足，假装前面有个镜子，在镜面上涂物画爱心。那第二 round 的时候，张艺兴秀出了一段非常典型的 crump 秀 ，crump 嗨起来的时候就会像疯了一样，连续炸戏6次，他用了鞋子戏法跟帽子戏法，用鞋子跟帽子做类似 tutting 的技巧，这是 crump 里面最常使用类似 tutting 的元素。接下来韩庚的部分就精彩了，我觉得韩庚他很聪明的一直在听音乐，反正 crump 的音乐就差不多那样，所以一上来他就不慌不忙，偶尔的 pop 一下，果然被他抓到音乐了。那个打碟的声音哦，配上他的连震，加上一个往内收的动作，跟音乐上的打碟很相近哦。如果他只有单纯连震，可能还没有这个效果。接下来他竟然跳 crump， 我真的觉得他很懂得掌握现场的情绪哦。炸一波连震之后，小小的休息一下，然后索性停下来不做动作，再用 crump 嗨起来。因为没人想到他会跳 crump 啊，虽然跳的不是很精确，但是动作都有，真的太扯了，根本不是态度大师，而是气氛大师啊。那我这边看到一个非常暖心的举动，当大家都在欢呼的时候，就刘宪华发现一个水瓶被踢到场中，冲上前去拿走水瓶，这动作有够暖心的啦，直接虏获我的心。接下来换王一博，竟然也用 crump 打回去，不过他跳的 crump 是比较像 crump 刚开始发展的时候的样子，就是还带有很强的 hip hop 律动。crump 独有的胸震，它并没有做得很明显哦，而是用有点 hip hop 的律动去带动胸部。近年来成熟的 crumper 的 chest pop 胸震都会很明显的与身体分开哦，就像这样。跳起来是比较接近张艺兴的 crump 啦。接下来刘宪华原本也想模仿一段 crump， 可是后来发现自己可能不行，所以继续跳 popping。他这边这种滑步也是很优美，只是跳到最后他都重复了，可能是真的太久没有 battle。第3 round 张艺兴一开始先小跳一段 popping， 然后再比个 no no， 表示他不想要再跳 popping， 他要跳 crump。跟去年他比起来，确实强太多了哈。去年确实也很强，但是去年比较像是在套招，把几套练手上战场。但是他这次每一 round 都跳得不一样。韩庚可能真的是每一招了，干脆用他的招牌招式控制场上的气氛，做出一个类似Michael Jackson 的动作。我真的觉得他蛮厉害的，因为他这种表演方式会让人想知道他接下来想干嘛，然后表情用一副老神在在的样子哦。果然这样还是老的啦。接下来换王一博，一样的不断在切换 flow， 身体的表现比去年也强很多。他在做电流的时候，还同时做了速度切换，还做了 animation， 都还做了知名的 popper Dino 的招牌动作小暴龙。Harry 几乎是同样的舞步，但是用了不同的空间想象手法，我觉得其实是挺赞的，会很好奇他拿那根到底要干嘛。结果竟然是打中球。第4 round 看得出来韩庚的备用招式已经没了，基本上就是做 pop， 速度切换一下。那张艺兴从他嘴巴念念有词，大概可以感觉到他进入了角色的状态。通常 crump 很喜欢让自己融入一个角色的状态。如果你是选择融入鸣人这个角色的话，你可能就会喊一声螺旋丸，然后再开始做动作。对，但是我其实不知道他在念什么，所以反正他应该是融入了一个角色的状态啦。那这边大家可以
以记一下张艺兴做的这个动作。这是接了一个 breaking 的动作，然后起身变成 popping。轮到一博的时候，王一博竟然用同样的动作跳回去哦。在街舞 battle 中，这个不算超动作，而是要挑衅回去，跟对方说同样的动作我可以做得比你更好，更对音乐。接下来他做了 King Cobra， 然后再次用 animation 动画风格，其实真的是蛮扯的啊。那可以同时 animation 加 King Cobra 再加 pop 正点，还可以切换 flow， 全部通通加在一起，真的是很有水准的 popping。而且他在各种角度几乎都能 pop。这水准真的比去年强太多了，到底花了多少时间练习啊？最后 Henry 感觉真的是没招了，终于把他拿手的滑步给做出来，还有滑膝盖。我很喜欢他滑步的质感，可惜是最后才放出来。不过他一样很轻松的在做他的戏剧化的表演。OK， 我来总结一下，因为我本身喜欢跳 crumb 的，所以当我看到张艺兴跳出这样的 crumb 的时候，哇，我真的很想给他满分，我真的很想给他第一的。但是后来他没有拿到第一，我回去再多看了几次比赛的片段啊，发现张艺兴他全程都处在一个高输出的状态，导致他舞蹈的高低起伏比较少哦。这本来就是所有 crumper 会面对到的问题。crump 跟 breaking 一样，它是有点高输出的舞蹈，所以 crump 在练习、在学习的过程中都要渐渐的学会能收能放。但是以 crump 这个舞种来说，说不定中国里面还真的没有人可以赢过张艺兴啊。那王一博的厉害之处呢，在于他可以轻松的去选择音乐中他想对的点，然后不断的切换 flow， 跟看起来就是很轻松哦，游刃有余的感觉啊。韩庚呢，我们就姑且称他为气氛大师吧。他知道自己的武器少，就不疾不徐，慢慢的放啊，这个真的很高招，一下就唬住全场了。那 Henry 呢，就是沉浸在自己的默剧世界中，这也是一种 popping 的舞蹈方式哦。我觉得他做的其实挺好的。那最暖心的部分呢，当然还是他接的那个水平哦。暖男啊，暖男，这个4个队长其实都超出我原本的预期哦。因为毕竟王一博、韩庚、张艺兴他们之前在上节目的时候，并没有跳得这么的顺畅，其实也是蛮厉害的，但是没有像今年这么厉害。对，那 Henry 呢，我知道他会跳 popping， 但是我不知道哦，原来他可以用这么戏剧化的方式、默剧的方式去跳 popping。如果拿来编舞的话，应该是非常受用的。4个队长都有厉害的地方，我都挺喜欢的。你别说我花心啊，我只喜欢他们各自不同的优点啊。好，我是Nando，拿到高雄的影片记得帮我按赞跟分享。B 站的朋友记得一键3连，YouTube 的朋友记得打开小铃铛，当当当。